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说到不锈钢餐具啊，相信家家户户都有许多，从锅碗瓢盆到吃饭的勺子和叉子，几乎无处不在。往往在整理时，我们才会发现家里有许多不锈钢制品。相比瓷碗，不锈钢碗不仅轻巧，而且更耐用，尤其适合有小宝宝的家庭。许多家长会选择不锈钢的小碗，这些碗一般设计为双层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，确保孩子在用餐时不被烫到。不锈钢餐具的实用性和安全性，使其成为家庭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我们家，有许多不锈钢制品，比如锅铲、叉子、汤勺、盆子，还有吸管等等都有不锈钢的。甚至厨房里的油罐子也是304不锈钢制成的。我们喜欢使用不锈钢，主要是因为它非常方便，几乎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，而且不容易摔坏。拿在手上时，感觉特别有安全感。虽然我们知道不锈钢的好处，但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牢记。首先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用不锈钢容器盛装。今天我特意抽出时间和大家聊聊不锈钢的一些用法和禁忌。其实以前我对这些并不是很了解，直到有朋友跟我提起这些注意事项时，我还不太相信。但今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，于是在网上查了半天，发现真的有很多讲究。接下来就让我把我所了解到的分享给大家。第一，切勿使用强碱性或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进行不锈钢的清洁，比如小苏打、漂白粉和次氯酸钠等。这些物质都是强电解质，可能与不锈钢发生电化学反应，损害其表面。建议仅使用家中普通的餐具清洁剂或热水进行清洗，擦拭干净即可。务必避免使用强碱性物质进行清洁，以保护不锈钢的质量和外观。第二，就是说不锈钢虽然好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存放在不锈钢容器中。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一点，今天特意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常用的不锈钢材质是由合金和一些微量元素制作而成的，如果使用不当，可能会造成一些危害。比如说，像我们的不锈钢这个桶里面啊，就可以放一些食用油，但是除了食用油之外的其他碱性的或者是酸性的食材，例如食用盐、酱油和醋等，通常不适合长期存放在不锈钢餐具中。长时间放置可能会导致这些物质与不锈钢发生化学反应，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用不锈钢这些餐具啊、用具来装一些食用油，或者是炼出来的猪油等等。如果我们希望将炼制的猪油长期存放在不锈钢容器中，必须确保在炼制过程中不添加食盐，以避免潜在的化学反应。相信生活中也有许多的朋友会拿不锈钢的餐具来装我们的辣椒油，然而辣椒油并不适合放在不锈钢餐具中。除了油分，辣椒油还含有食盐，甚至一些讲究的朋友会加入各种香料。如果将辣椒油长时间储存在不锈钢容器中，可能会导致辣椒油的味道发生变化，从而影响其口感。因此最好将辣椒油保存于瓷碗中，以保持其风味和质量。第三，千万不要使用不锈钢锅来煮中药或盛放中药。中药中含有多种生物碱和有机酸等成分，尤其在加热过程中，非常容易与不锈钢发生化学反应。这不仅会导致中药的药效下降，还可能产生大量有毒物质，对身体造成伤害，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中毒反应。一些人在家熬中药时，可能会选择不锈钢锅或碗来盛汤药，虽然这样方便服用，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化学反应，从而影响药效。为了确保药效不受影响，建议使用陶瓷锅或陶瓷碗来熬煮和盛放中药材。第四，如果家里的不锈钢碗盆出现了水垢，
可以用食醋或柠檬进行清洁。具体方法是：先用食醋或柠檬擦拭水垢，然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即可。第5，如果确定了一些不锈钢的餐具，我们在长时间之内是不会用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储存起来。然而，许多人在清洗干净后，直接将餐具擦干，甚至不擦干就闲置在一旁。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会对不锈钢餐具造成很大的损害。长时间储存时，如果餐具内部仍然残留水分，可能会导致水垢或锈蚀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当再次拿出这些未使用的不锈钢餐具时，可能会发现表面出现明显的变化，比如变色或生锈。那么，如果家里面一些不锈钢的餐具长时间不用的话，我们先给它做上一个保养。首先，将餐具彻底清洗干净，并用干布或纸巾将水分擦干。接着滴入几滴食用油，因为食用油能够有效隔绝空气中的水分，并具有润滑作用。然后使用一张纸巾，将食用油均匀涂抹在不锈钢餐具的每个部分，尤其是不锈钢餐具的内部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不锈钢餐具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被均匀涂抹上食用油的不锈钢的餐具变得非常的光滑，并且非常的透亮，仿佛刚刚买回来时的样子。这层食用油在餐具表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，对不锈钢餐具起到了很好的保养作用。无论放置多长时间，下一次取出来时，它们依然油光亮丽。因此，这种方法对不锈钢餐具具有良好的保护效果。你学会了吗？第6，请不要使用钢丝球或硬质刷子来清洗不锈钢盆，以免划伤盆碗表面，造成细小的裂痕。这些裂痕容易藏污纳垢，建议使用海绵布进行清洗，这样可以有效保护不锈钢表面。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关于不锈钢碗盘的一些知识和小技巧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那么就请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信息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